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堆草草的土壤成效。层层堆叠，经过燃烧后呢，草籽依旧生命力非常强韧不过呢，利用土壤堆砌出的菜床呢，让杂草都只在菜床内发酵但是这土壤呢，也让包心白菜生长得异常的快速堆草草的土壤肥力真的很好经过3天后呢，内部的初秋高丽菜、孔雀、花椰菜笋与包心白菜呢，就又有了明显成长因为这是种植在菜床与防虫网内部了，对于内部的这些杂草生长呢，就可以不用过于介意让它长大一点，其实反而会比较好清除如果时间有限，只要杂草没有长得过高或是草籽还没有长出来，有时间再处理就可以了。对于杂草呢，其实这是种植习惯与心态的差别。杂草如果生长在可以控制的范围甚至是拿来利用对于这些杂草呢，心态就可以慢慢处之泰然了已经有很多种植经验的观众朋友呢，对于除草这件事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可能也培养出不少的耐烦能力但是呢，很多人在除草时呢，只在意把草除掉而忽略掉更为重要的事个人比较在意的却是在清除草籽所以除草时呢，习惯会将拔除的杂草用容器立即装起来后续集中收集在一起再拿来养土或是做成草木灰让这些已经吸取土地养分的杂草再次进入种植的循环里由于十字花科类作物呢，进入后期生长时所需要的水分会比较高除草的过程呢，进行松土与挖出沟槽对于作物的生长会很有帮助除了可以提高水分提供的效率外呢，也可以避免时常浇水，造成土壤板结至于要让包心白菜顺利进行包覆的状态呢，有个方式是将外叶用绳子绑起来，进行提醒与辅助包覆不过呢，更为简单的方式是利用土壤往底茎处推这样就可以让外叶更往内部靠拢叶片自然就可以更为集中站立起来额外的好处是下方的空间更为透气土壤也会增加日照的机会进而避免下方土壤过于阴湿而出现蚜虫由于这是采用3排的方式种植直接从外部采用蔓延的方式呢，中间的位置水会不容易灌透辅助的方式呢，是将内部挖出可以漫流的凹槽而这些挖出的土壤呢，可以往作物的底茎处推好处可以让植株站得更为稳固外呢，也可以拉大作物外叶与地面的距离这样的简单做好呢，就可以让下方非常透气这角落本来有进行黑美人紫色番茄育苗一个疏忽看到毛毛的叶片呢，拔到只剩2株幼苗过程可以看见下方的土壤都是肥沃的黑土不过这干掉后呢，会变成白的现在植株的距离呢，整理完后感觉间距拉到了不少但是作物的大小呢，要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了。可以先记忆一下现在整理后的作物大小状态为了显现干湿分离的效果呢，就先不进行浇水，而直接盖上网子经过2天后呢，土表开始出现白色的干燥土壤要让土壤保持湿润是一种功夫还要让土壤疏松透气也是一种技巧而要看懂影片呢，也要知道想传递的做法与背后成因从片头7号到现在12号，只经过5天这内部的作物呢，
其实不断的在加速长大。进行浇水的时间呢，就来探讨一下影响生长的原因啦。诚如片头呢，这内部生长一堆杂草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有铺上一层由草木灰与引粪的腐殖土啦。另外呢，这中央水池内有不少的大肚鱼跟几只土狮哈。当然呢，这水是使用灌溉河道的水，也有不少的养分啦。而天气日照变短，也是一个促进生长的原因啦。对于这水质的养分呢，个人日后会再另外进行测试啊。目前是打算利用水耕的方式来实测水质的肥力啊。毕竟这河水呢，不只是浊水溪的黑水，还有地下水有个说法是呢，一般田间施肥追求高速生长啊，总觉得施越多肥呢，可以长越快导致地下水变得含有大量肥分采用水耕的方式呢，至少可以简单分辨出水的成分是否含有很高的肥量或是采用自然农法，近2年呢，土壤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毕竟到目前为止呢，地底下的蚯蚓数量呢，已不在话下了。又经过3天后呢，记忆力大考验有发现又明显长大了不少吗？至于一旁没有盖网的花椰菜呢，当然不是个人的杰作急着种呢，只好将长到一半的地瓜都挖掉了，以至于个人的地瓜种植的影片呢，提早夭折叫他们进来时呢，隔壁的小黑突然停顿下来好似在怀疑有包含他吗？最后，这是堆草草的现况由于发现了草木灰腐殖土呢，促进作物生长的速度非常明显加上这样挖出的空间比较大，要进行一些分离的动作会比较容易距离挖出这堆草草可能才1个月左右目前就已经养出这么多可以当做基土的土壤了。不过考虑到若未再进一步处理呢，直接分撒出去使用日后又要多做除草的动作了。虽然当初做出这么多的土壤菜床也是在降低堆草质的破坏力啦，但若是能继续往上游管理，日后会省事不少所以暂时将这些腐殖土堆放在这再来慢慢思考如何处理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让它先在此地长草，将草质消化掉了，最后才挪出去使用最后再提醒一件事如果观众朋友您对于某个段落有兴趣或是想法呢，也可以留言告知个人或许可以将做法或细节呢拍得更为详细谢谢收看。